其实当时也是想了一会儿，就是当时就是先想的是要送一个礼物呢，还是就是可能我想就是想要特别一点嘛，然后我就想到了写一封信，然后还有一个花，对，就这两样东西。因为我也想过，就是送一些可能一些就是本子啊，或者这些就可能实质一点的东西，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写一封信，就感觉可能自己可能有一些话就想跟大家说嘛，然后就是通过写信来表达，就是信的内容，其实我主要是就是首先就是感谢吧。然后就是可能也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然后就是也是感谢那些就一直坚持的人，就大概是主题就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是先就是因为我是写嘛，手写，然后呢就担心自己会写错，所以我就先在那个我手机上面就是先用打字的方式就先理出了一版，然后这样就以防我写错。然后也是我也怕就是会很啰嗦，所以就先理出一版。应该就是自己的生日之类的，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前几天买的，然后呢就还没到现在。然后其实我买的是一个，与其说实话就是它是一个花的标本，它是一个类似于向日葵的那种。然后它就放在里面，然后外面是一个，就是它可以发亮的一个东西。意义呢，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向日葵。就是我选择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之前也说过嘛，可能在花中，可能我比较喜欢向日葵，因为就是它感觉就是代表着非常阳光的一些，就是那种能够让人变得积极一些，更阳光一点。名字我觉得就是 Z， 因为首先呢，因为其实一份礼物里面有两样东西，然后这就是2嘛，然后其实 Z 和2长得很像，然后自己名字也是就是22叉，对，所以呢就是 Z。11，因为就感觉11跟我挺有缘的。我生日都是3个1，1个9，然后呢，我之前那个手机密码，它不是4位数吗？我当时用了一个，我输了4个1，然后就感觉，然后11，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吧。就是我先画了几朵云，然后画了几个，就类似于就是好像之前那个就在天上飞的那个鸟，然后呢，左边画了3个感叹号，右边画了3个花，在中间画了2个火柴人，还举了一个牌子，然后上面写着22叉，然后右下角写了个那个射箭人11。非常期待和大家的见面，到时候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也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抽取这个
那个收件人11。那我们现场见，拜拜。这是一个背带，就是我那把吉他的背带。对，就是前段时间换了一个背带，然后这个是从我那把吉他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陪着我到了现在。伊班纳原厂的一个背带，就是这个背带从我换那把吉他开始，然后我爸给我买了一个背带，就是买了个颜色和那个挺相近的，然后就是一直在背嘛，一直背到不死鸟，再下一次应该是天机啊，对，天机的时候就换了，就是反正陪伴了我很久这款背带。12岁差不多，我那个吉他用了差不多3年，就是可能寓意就是这条背带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嘛，就寓意着粉丝朋友们陪伴了我们很长时间。要不就叫夕阳红背带，就听起来非常阳光，都可以。我可以写张泽宇，可以写大宇，可以写小宝，可以写 ZYZ， 可以写 AKABAO， 可以写夕阳红，我很多都可以写，对，很多绰号。绰号是这样的，写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人弹吉他的话，这个 logo 还露得出来。OK， 因为毕竟我都是这样背的，那就在这儿写了。后边写了看不出来，但是也可以写。我先把这边写上。完美前这是。大概效果就是这样。就如果这个人弹吉他的话，这边写 BAO 吧，一边 ZYZ 一边 BAO。OK， 假设它有 A、B、C、D 区，我选 C 区，因为不知道选什么就选 C。OK， 我这个礼物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期待在 C 区和你相见。OK， 那我们现场见，拜拜。我就是买了一个，就是一个手链，就是转珠珠那种，跟我之前也很像，但是没有我之前就是那个，是一个手链，然后也是一个黑色的。好早之前的哟，戴了2年，我爸给我买的。是我爸可能就是让我就是事事顺利，然后就要保平安那种。有时候呢，我看到就是我爸给我买一个手链，然后就是有时候也会想到我的家人。这个礼物呢，就是希望收到它的人可以就是平平安安，然后呢诸事顺利，就是遇到什么困难呢就都可以顺利的度过。对，那就0203，或者就叫16，因为我是腊月16生的。就是也是数字，就是有一个数字，然后呢
根据座位吧，我想的是，就是座位，我那个数字是第几号，然后就是座位也是第几号，跟我家有关，跟距离有关。很期待会和大家在现场见面，我会在现场的时候呢，把这份礼物送给大家。大家现场见吧，拜拜。我送的礼物就是一个饺子，然后我在上面署个名，就是我署了名的饺子。就是我一想，最开始想的是把这项链送了，但是由于这个项链呢陪伴的我比较久，所以说太早送可能不太好。那么我决定晚一点再考虑这个项链，所以说就想到了这个饺子，因为也比较有意义。它的寓意方面呢，就是你看这个饺子吧，它饱满，它又白，然后我一般小时候吃饺子吃的比较多，我觉得它的寓意可能就是拥有它，你就可以过得比较快乐，可以天天都把肚子填得饱饱的，能吃到自己想吃到的食物。我觉得它的寓意可能就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快乐。那我给它署个名，就叫小右吧，就是不，它叫大右 ，OK， 就是我不是叫左嘛，然后我如果是小左，然后它就应该是大右，和我对应的，就叫 big right。应该完工了。它有一个花背，正面看整个人非常的干净，从背面看是个社会上的饺子。那就抽取一个坐在05排22号上的人吧，就是我的生日。要是我觉得直接拿着它往台下扔会不会不太好？比如说藏座位底下，万一一进来别人一找就找到了呢，也有点不太好。有可能这个方法比较折中一点。那么很期待和大家见面，然后在现场我会以我的形式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然后送出这个大右。那么我们现场见，拜拜。我准备的礼物呢，就是当时我当时是没有想好就是送什么礼物，然后呢，我当时突然看到了我的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最开始呢，就是我就是拿来就是记录，比如说我听了一些歌，然后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歌，然后我喜欢的一些片段，然后我给它记录下来，然后写在这个本子上。然后上面不是分了很多类吗？写一下就是什么感受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是我这个本子最开始的用途。然后但是我想就是要不我就把这个本子送出去。后来呢，我也在这个本子里面加了一些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就稍微就是有一些可能会也是分享一些就是我平常的一些算是日常，就是有一些日常，就是或者有一些故事以前的。或者就是讲述一些就是关于创作的这么有时候平常创作的时候这么一些事情吧，和一些感受，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话进去，然后还贴了一些贴纸。对，买这个本子的时候是因为我当时很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当时我就看这个本子，感觉质感不错，对，然后刚好也就是又是这个火焰杯嘛，对，我当时就说买了这个本子，然后后面还有。当时我这后面不是有一个 piano 的一个章节嘛，对，然后我当时我在我那个我以前那个乐谱里面，把我以前就是舞台上用的一些谱子啊，然后有一些谱子，然后放在里面了，有2首歌的谱子，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讲述我这个标志，就是我当时不是我自己有苏信号的那个标志嘛。然后当时我是怎么就是一步一步从我最开始那个标志，然后呢到达了就是最后这个标志，就这么一个就是这么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讲解。对，然后就是基本上就这些了。主要的这个点就是记录嘛。我这个本子就是当时买的初衷就是为了记录我
所听到了一些歌曲，我喜欢的一些片段、一些歌曲，初衷就是记录。如果送给别人的话，可能就是别人会记录一些，相当于是个日记本嘛，或者记录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写一些自己的一些事情什么的。就是这个重点，这个初衷在于记录。对，所以希望就是可以记录一些这些事情在这个本子上。对。就是到时候后面可以，到时候比如说你隔了个2、3年，然后你再回去拿来一看，你说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冥想本，就是主要是跟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冥想盆是感觉差不多的，只不过现实当中没有魔法。我的幸运数字是567890。我觉得多半会有关吧，如果不跟生日有关的话呢，基本上就这几个数字组成的那种。很期待给大家现场见面，也很期待到时候能送出我这一份礼物。那我们现场见，拜拜。就构思这个礼物的时候，就是我在想，肯定要有一个比较有新意的。首先是有新意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代表我自己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就是要认真准备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代表自己，这个代表自己的东西吧。然后我也想了很多，但是有很多就是我自己有的这个点，可能别人也有相同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就还是会区分不出来嘛。然后我就想到了自己之前发微博发的那个符号。我自己设计的那个符号，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通过某一种形式把这个呈现出来，然后想来想去，然后就想到了可以把它印在服装上。我要打开，就是这是一件卫衣，然后前面就比较普通嘛，前面因为我觉得干净一点嘛，然后后面就是我就把它印在了这上面，因为当时这边这些符号是我临时想的嘛，然后可能太宽了，然后就可能后背如果都要写下的话，可能就太小了，然后我就准备把它弄在袖子上，然后这样展开这么展开也是一种拍照的姿势，然后这样也就看得出后面的这旁边的2条，然后对，就是这样。对，对啊，就是XX07，就是我现场肯定只送了这个黑色这一件，因为这个白色的可能不是很耐脏，就是这2件这个设计是一样的，可能只是颜色不太一样，但是设计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自己也留一件，就是当时我这个星这个 star， 就是当时在草稿本上，然后就在想自己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我无意间突然发现我的名字正好就可以不重笔画，然后合成一个星星，然后我觉得这个星星嘛，这个 star，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图案，寓意比较好的图案。这上面这个不是一横嘛，就把它看成一个一，就叫一星，要中文一星，就是一星，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嘛，我就会加一颗星，直到5星，然后到5星之后我就会升级，就是我的这些设计，就是我肯定会现场抽取座位嘛，然后那个座位抽取形式就是以我可能个人跟我自己有关的一些数字，期待大家到时候到现场来看我们的表演，然后也不知道到时候是哪个幸运观众会抽到我的这份礼物，但是就是也代表我自己的一个心意嘛。OK， 那我们现场见，拜拜。围巾是一个棕色的围巾，有点凌乱。
先展示一小部分，有点乱，差不多，不半成品吧？对呀、差不多就是这些，一点儿，我织了2天2夜。这个其实很简单，有手就能学会，没手的那就看我吧。要先把这儿勾起来，就这么绕进去，再把它拿出来，再勾进去就行了。那就这么可能要重复个几百上千次，就能有一个完整的围巾了。但是这个围巾呢，其实是要4个圈儿，就是才能做成一个围巾。但我现在只做到了第2个球都还没做完。对，放点小音乐，然后哼点小歌，就这么编。然后晚上差不多编那个12点多差不多，然后早上8、9点起床继续编。本来我计划的是早上出去运动一下的，但是它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对，张杰都不知道，有时候他半夜会出来上厕所，我编的时候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假装在被子里面睡了，因为有时候他会来开我的门。对，我就放在被窝里面。有视频教程，突然就是听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看到这种可以手工做围巾的东西了，就觉得挺有新意的吧。就是不一定是夏天的时候带领，就是重庆只有冬天和夏天嘛，就夏天过了，冬天的也能带。对，它叫爱。对，要不打个拼音？对，就是装上去还是可以。哇，好长，你看，这才是心灵手巧。哇，它有多少根儿？它有多少米，我就说多少那个。对，这份礼物除了心意，就只剩真诚了。然后呢，也感谢每个来现场看我们的人。然后呢，希望有一名幸运的观众能抽到我这份神秘大奖。OK， 那我们现场见吧。准备了一本书，是我购于2023年2月14日的一本《活着》。虽然购入时间不是很久，但是呢，我已经读了它有3遍了吧。然后呢，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能给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其实以前我没有做读书笔记这个习惯，是跟我爸学的。我爸读书比较喜欢做读书笔记，然后呢，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大概长大了之后，主要是以前小时候读的书可能比较多，然后呢，读的也比较潦草吧，所以说都读的没有那么纯粹。然后现在长大了，可能读的虽然少了，但是一本书可能读的次数会更多了，然后呢，读到一些地方就有感而发，可能就记录下来了。可能不会肯定会记，但是我读到比如说我自己比较有感触的地方，我还是会至少会拿笔画一画的。就是能好好活着，在目前这个世界来说，能好好活着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情。认真活下去。如果要选酒，没有理由，就是喜欢酒这个事情。
比如说是9排9号，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然后呢，今天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啊，虽然就是礼轻情意重嘛，就是这份礼物它的意义呢，可能要大于它的实际的价值，所以说也是很希望在现场也和大家见面。那么我们现场见吧，拜拜。当时是实在没想出来送什么，然后想送一根头发，然后觉得这不太好，非常不太好。然后想要不送点什么，就自己觉得很，就是自己的收藏，或者是自己觉得还挺珍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寓意。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很早之前就是第一次弹的琴和第一次就是学的乐器，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琴，对，就是这个东西。就虽然不是很贵重啊，但是它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琴。当时本来想学吉他的，但是听说就这玩意儿入手比较简单，确实很简单，我就买了这个入手，然后才学的吉他。当时很早了，7、8年前了，小学5年级好像，小学5年级还是4年级，学这个琴学了小半年吧，差不多。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把琴呗，带我踏上了音乐之路。也不完全是，一半一半的。让大家找到喜欢，也就是自己喜欢的一条路吧，是吧？毕竟当时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我才去想学吉他，然后才去学这个尤克里里，是吧？大家就做8岁吧，如何？我好像是8岁的时候买这把琴的。到时候我们现在拍摄了几分钟了？10分03，那就1003，可以吗？现在呢，我在这把琴上有一点小东西，来一个铜。就这样了，不想改，就这样了。有点潦草，但是还不错。现在这个东西呢，虽然不是很贵重啊，但是就是也是一点心意。然后我们就舞台见，拜拜。